女人缓缓脱下外衣，留出性感妖娆的身材，紧接着她散开了头发。这霸气女王范，试问哪个男人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直接迷惑了眼前的军火商。正当男人享受这一切时，可下一秒 You've been selling big guns to bad people. 女人直接扭断了男人的脖子。可这时门外的保镖听到了动静，急忙敲门。女人不急不慢穿好外衣，紧接着把包上的拉环挂在壁灯上，随后一个小跑从99层高楼一跃而下，恰巧落在出租车跟前。坐车回家，阿娇换好衣服和老公去参加邻居家的聚会。两人看起来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平常夫妇，然而两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训练有素秘密特工，并且分别效力于敌对的间谍组织，而两人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可就在妻子回家之前，阿彪为了完成任务扮作酒鬼，闯入一个私人牌局，玩了几把牌。当目标出现时，干净利索地干掉目标，完成了任务。两人最初相识在6年前的哥伦比亚的酒店，阿彪独自在喝酒，外面发生爆炸，警察很快赶来，他们把单身旅客视为嫌疑人，逐个盘查扣押。可就在这时，一个警察盯上了他，上去盘问他的时候，他却已经悄悄拔枪，准备和警察大干一场。这时门口走进一位美女，就被警察围住，他一边应付盘问，却也悄悄摸上腿上的飞刀。恰巧两人四目相对，瞬间心意相通，立刻走向对方，声称是一对情侣。警察这才放过他们，躲过这场危机。俩人暗自窃喜，于是两人来了个自我介绍，紧接着两人为虎口脱险庆祝，男的帅女的靓。俩人这次偶遇可是一见钟情。酒过3巡，阿娇提议跳支舞，面对如此火辣妩媚美女的邀请，阿彪自然不会拒绝。I was patrolling the pachinko, new model parlor in the Nefaria zone. Hanging out with insects, underducting, the CIA was on the phone. Well, such is life. 这一夜，俩人喝酒、跳舞、亲吻，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第二天清晨，阿娇意犹未尽地从睡梦中醒来，以为阿彪已经离开，不禁有些失落。正在此时，约翰端来了热羊奶和面包，阿娇为阿彪的贴心而芳心暗许。吃饱喝足后，于是俩人便开始一起游玩哥伦比亚。阿娇为了撒娇卖萌哄骗男人开心，装着不会开枪，枪没打准。然而阿彪为了表现自己，反而是枪打中，这可惹怒了阿娇。Go on again. Everybody's a winner. Win a prize, win a prize. Where'd you learn to shoot like that? Beginner's luck. 男的英俊帅气，女的性感妩媚，相处下来轻松又有趣，俩人都被对方深深吸引。不顾伙伴们的反对，他们在相识6个月时结婚了。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婚姻。然而6年后，新鲜感渐渐隐去，矛盾变凸显，俩人的生活有些变味了。他们在生活中的摩擦与分歧也在增多，碰到意见不一致的事情，两人互不相让，都觉得婚姻就像坟墓。这天，阿娇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抢到心仪的窗帘，好不容易才把窗帘换好，本想着能得到老公的称赞，可没想到这货是直肠子，直接来了句难看死了，被否决掉。夜晚，阿彪想关灯睡觉，而阿娇却偏要再看半小时书，这让阿彪气得心里直骂娘。虽然私底下两人是隶属于不同杀手公司的金牌杀手，但是彼此都是不知情的，都找了个新身份进行伪装。在阿娇的认识里，阿彪是一名建筑师，经常出差；在阿彪的认识里，阿娇是一名电脑维修员，也经常出差。这样的组合对于彼此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那么可想而知，建立在谎言上的婚姻那肯定是不幸福的，因为彼此为了圆谎就必须向对方不断的撒谎。这天晚上，两人同时接到了组织派遣任务的电话，而阿娇称是父亲病了，需要照顾几天，可阿彪却说是水坝图纸有问题，需要离开几天。第二天一大早，阿彪趁着阿娇还在睡觉，就悄悄来到仓库的地下室，没想到里面是个小型武器库。他拿好装备，然而阿娇是在装睡。老公一出门，他便打开了烤箱，里面居然是暗藏玄机。他拿上了趁手兵器，但他们不知道这次的任务目标竟然是同一个人。于是阿娇提前来到埋伏地点，设置好了引爆装置。可就在他惬意的等待目标的出现时，却发现一个男人开车朝他方向急速而来，并触发了报警装置。由于距离较远，他并未认出是阿彪，于是立即拿出望远镜去侦查，却发现男子停下车，正在路边嘘嘘。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人，于是急忙查看目标，但是在转过来查看时，男人竟然扛着火箭筒，正慢慢向他走来。阿娇立刻举起了枪。Man. Asshole.
Convoy is in the zone. Countdown is initiated. Shouldn't have been that by these things. 然而，巨大的爆炸声也惊动了任务目标，他们提前就停止了，躲过了阿娇事先埋下的炸弹。任务失败，阿彪捡起报废的电脑，希望通过它能查到神秘女人的身份。这也是夫妻俩第一次生死搏斗，同时也加深了两人的矛盾。回到基地后，两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担心对方认出了自己，暴露了身份。因为任务失败，所以两人得到各自组织的命令是一样的：48小时内必须解决掉对方。阿彪通过在现场捡到烧焦的电脑，查出了芯片的 IP 地址，他立刻前去查看。可核实完，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该公司登记执行总裁竟然是自己的老婆。另一边，阿娇通过录像发现，这个扛着火箭筒的神秘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丈夫。Jane, it's your husband. He's back from Atlanta and he wants to know about dinner. Tell him dinner's at 7. Hi, John. Yeah, she says dinner's at 7. It always is. 这下俩人都懵逼了，但是二人还的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揭穿对方的前提下，还的小心翼翼，防备对方猛然出手。晚餐的时刻，气氛剑拔弩张。阿彪不但随手在身上藏起了把刀，可他没想到的是，阿娇永远有层出不穷的刀。Tell me, sweetheart. Been beat all day. Sounds work. 于是俩人开始了各种试探。当阿彪故意掉落酒瓶，阿娇却本能的稳稳接住，却又故意松手。最终在酒瓶落地的那一瞬间，俩人不再伪装了，开始采取了行动。阿彪急忙跑进房间拿枪，可他没想到阿娇驾着车逃离了此处，于是他急忙追赶。他穿过花坛，穿过草坪，因为心急，一下子绊在栅栏上，却没想到手中的枪误射出一颗子弹，正打在阿娇的车窗上，子弹擦脸而过。阿娇急忙停下车，她惊呆了，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阿彪上前还想解释，可下一秒 Wait, no. Accident. Buddy, accident. Jane, stop the car. Now. Hey. You're overreacting. Let's not get carried away. We don't want to go to sleep angry. God. Pull over. Pull over. Pull over. Now look. We need to talk. 阿彪随车一起冲下了山坡，而阿娇则离开。于是两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倾诉，在损友的煽风点火下，都做了决定，那就是要弄死对方。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彼此辗转反侧，毕竟那是朝夕相处那么久。第二天，阿娇带着手下来家里调查账目，并把他地下室所有武器洗却一空。回到家的阿彪目睹了这一切，气得直接跳崩子。于是他果断出击，直接来到妻子公司。阿娇立刻命令助手启动了自毁装置并撤离，他是最后一个撤离，可阿彪并没有开枪。
Chicken shit! 紧接着，阿彪通过现场残留的焚烧物，随即又找到了阿娇的另一处基地。而阿娇早有准备，将阿彪困在70层高的电梯里。阿娇威胁阿彪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否则会炸毁电梯绳索。阿彪猜测阿娇真不会真心炸死自己，可助手却错误理解了阿娇的意思，按下了引爆装置。随着一声巨响，电梯从70楼直接坠落在地。阿娇以为阿彪真的炸死了，独自来到了阿彪向自己求婚的酒店，伤心流着泪。喝着闷酒，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给他倒酒。他笑了，知道阿彪没死，可阿彪却提出了离婚。阿娇都没考虑，直接答应了。于是俩人又开始刺探对方。阿彪邀请他跳舞，他并谈起了俩人的婚姻，想确认这里面是否有真感情，还只是为了掩饰自己身份结的婚。阿娇承认自己爱着他，这让阿彪差点感动的落泪。二人各展身手，搜光了对方身上的武器。可就在阿娇去卫生间之际，制造了一场爆炸，趁机离开了酒店，并在跳舞时在阿彪外衣口袋里放了定时炸弹。幸亏有个老头听见提醒了他，才逃过一劫。这一次他真的生气了，他没想到阿娇真的想杀他。愤怒的阿彪抢了一台车，急忙追赶，并给阿娇打电话。 There yet? First time we met, what was your first thought? You tell me. I thought you looked like Christmas morning. I don't know how else to say it. And why are you telling me this now? Guess in the end you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beginning. So there it is. I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So how about it, Jane? Hmm? I thought.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mark I'd ever seen. It's all business, yeah? All business. Here we go. Cold hard men. Thank you, that's what I needed to know. Okay. 可就在阿彪到达家门口时，阿娇却不讲武德，直接开车撞坏了阿彪的车，气得阿彪差点咬碎了牙，只能徒步跑回家。看到阿娇的车停在门口，他打破1楼房间的窗户，进入屋内，并在屋内暗格里拿出了手枪。而另一边，阿娇早就做好准备，等待着大战的开始。可就在他拿着相框想查找阿娇时，You still alive, baby? Oh. 于是俩人在这曾经共同度过的豪宅里展开激战，各种轻重武器加专业格斗术混合出击。Express yourself. Express yourself. Come on, honey. Come to dad. Express yourself. Don't let oh my head. Who's your daddy now? Do 两人都是好手，并试图杀死对方，却势均力敌。悲惨的是房子现在都是千疮百孔，打到最后，俩人同时拿枪指着对方，却都没有扣动扳机。阿彪先放弃了，他说下不了手。阿娇还绷着，没有放下枪，但也没扣动扳机。阿彪上去拿下他的枪，毕竟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然后直接就吻上了。俩人来了一场全剧最精彩的激情之爱。由于下面片段过于精彩，我就替你们看了。第二天早晨，当两人像往常一样吃早餐时，俩人坦白了很多对方不知道的小秘密，这是他们第一次敞开胸怀的聊天。可就在这时，组织派遣的杀手已经接近了他们。杀手首先向屋内投放了烟雾弹，并将们包围在屋内。两人急忙跑到了地下室，紧接着杀手们又向地下室投放了炸弹，并将整个房子炸毁。
幸亏两人在爆炸前逃出了地下室，杀手们也炸死了。两人死里逃生，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于是两人偷了邻居家的车。当两人离开后，杀手们也追了出来，一场公路追杀即将上演。 Hey, honey, I should probably tell you. I was married once before.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What is wrong with you? You're what's wrong with me. There's a drunken Vegas. Oh, that's better. Stop. Oh, that's much Stop. better. That's Stop. right. Stop it. Go. God. No. What's your nam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No, you're not gonna kill her. 最终在一个神龙摆尾后，轻松解决掉了追兵。 You got it? Got it. Anytime. I got it. You said I'm never gonna make it without you. 两人到餐厅找到了好友艾迪，并告诉两人整个组织都在追杀他们，建议两人找到之前组织派遣他们共同追杀的目标阿杰，找到这个人才能弄清楚事情原委。于是阿娇通过同事找到了阿杰被关押的地点，当晚俩人就制定劫走阿杰的计划。夫妻二人毕竟是科班出身，一个潜入，一个探路，毫无悬念地潜入了基地，干倒了警卫，轻而易举地绑走了阿杰。通过审讯才得知，阿杰其实是双边组织的诱饵，目的就是为了引诱夫妻两人互相残杀。因为双方效力的暗杀组织认为他们成为夫妻会泄密组织的秘密，所以设计杀害他们两个。与此同时，大批杀手已经通过阿杰携带的定位装置杀了过来。好在俩人反应迅速，赶在最后1分钟躲进了下水道。两人明白，要么一生被追杀与逃亡，要么就发起反击，拼死一搏，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于是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一起来拼杀，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两人来到一栋大型购物商场，穿上防弹衣，拿好武器。没想到两人在如此绝境下，居然还有闲心换上展厅的衣服。就在此时，杀手也溜了进来，两人担心暴露，只能用冷兵器解决了眼前三人，并拿走对方的枪支。没想到阿娇居然会使用失传已久的小李飞刀，只见他一刀一个，瞬间就解决了3个人。由于练得不精，偶尔也有失误的时候。Talk about this later. 由于阿彪不小心碰到了易拉罐，暴露了自己，于是枪战开始。两人很快躲进了电梯。随着越来越多的杀手，枪战越来越激烈。眼看阿娇这边顶不住了，阿彪抢来一辆带有加特林的3轮摩托，在加特林的加持下一扫一大片。可好景不长，很快3轮摩托被火箭弹掀翻，杀手越来越多，他们两个都在失去体力，防弹衣都快被打破了。他们躲进了一个小仓库，在这狭小的空间获得了片刻喘息之机。然而他们心中充满了迷茫与恐惧，不知道突围有没有希望。但此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彼此放手一搏。毕竟俩人都是超级特工，于是俩人冲了出去。加上两人默契的配合，最终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所有的杀手都被解决了，俩人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影片到此结束，关注兵哥每天分享精彩影视。